最近在网络上听到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叫做90%的男人是没有吸引力的。刚才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件事情是真的吗？我想到我以前在念国中小学的时候，大家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都有发镜，还要穿制服。印象很深刻，当时很多人会想要去改这些裤子，想把裤子改窄一点，会变得比较好看，就会被教官、被这些教务主任教训骂或者记过啊，认为这些都是坏学生的代表。所以如果你想要当好学生的话，你甚至会感觉说自己就不要那么注重自己的外表，乖乖念书，这样才会被夸奖。等到你上班工作忙起来之后就是开始觉得要赚钱了事了。所以我自己稍微想一想，如果说大部分的男人都是没有吸引力，我认为会有以下这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摆烂自己的身体。根据国际健康及运动俱乐部协会的统计，台湾的付费健身房的渗透率大约才3%，相比起来，美国是20% 左右，以及欧洲是10%。南韩是7%，新加坡、香港是6%，甚至中国，还有到5%。那么台湾相比于其他国家，都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包含很多时候我会接受到一些人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可能他觉得他生活不快乐或者交不到女朋友种种的东西。每次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会先问他：你有先把自己的身体给照顾好吗？很多时候我知道，像我以前本身是理工出身的，我就会一直工作熬夜等等这些事情，根本不会想要把时间花在这个地方，觉得这个实在太浪费时间了。到健身房当来回都觉得很浪费时间。但是如果你真的把时间空出来，优先去做好这件事情，你接下来生活上面会有很大很大的转变，你整个气场，包含你的体格，包含你的所谓的睾固酮等等的，都会有所改变。而且你会发现周遭的人会开始对你产生一个另眼看待的一种视线都会出现，会觉得你怎么真的很不一样。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实际一个生物暴力解的一个方法。第二个，软弱的心理强度，放任自己毫无纪律。大部分的人都是懒惰的，要坚持下去这件事情是很痛苦的。很多人都想要超捷径，不想要按部就班一步一步走。那么要如何保持纪律呢？我自己一开始培养的心态是这个样子，就是我意识到其实没有人会来救你的，最终你人生的问题只能靠你自己去解决。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一层觉悟的话，你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做给别人看的，你所有的这些动力跟驱动，这些耐心都是从外部的认可来维持的话，那么这一个动力就会掉得很快。要维持你的纪律，其实关键不在于你充满的动力，因为这个动力是非常非常短暂的。重点不是你想做的时候才去做，整个维持纪律的关键就是当你不想做的时候，但是你仍然去把它给完成。当你去健身的时候，可能当你在练拳击的时候，你的每个动作都是当下那个短暂的痛苦的累积的成长。你知道，当你今天晚上回家睡觉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一种满足感，你会很高兴说，我很高兴，我很骄傲，我今天完成了这样的训练。那么除了提升纪律以外，我个人还非常推荐另外一个大家可以去提升的，就是如何掌控你的情绪。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你不要让愤怒去掌控你的行为，让你完全的失控了。有些人可能会破口大骂，有些人可能就是逃避，有些人可能到处抱怨哭诉等等的。我认为第一步你要先意识到一件事情，知道说当我不能控制我的情绪的时候，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弱的，是很没有吸引力的。不要觉得让你的行为被这个情绪给掌控的时候是一个很 man， 是一个很 power， 没有，你并不需要透过失控的这个情绪让人家就觉得说你很可怕。这个已经是小时候大家学生时代的时候的这种把戏了。当你可以控制好你的情绪，控制好你的行为，然后专注在把眼前的问题给解决的话，这是个非常非常有吸引力，而且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心态跟行为。但是在这边我要补充，当我说你要控制你的情绪，我并不代表说你要忍气吞声，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你可以控制好你的行为，但是可以非常冷血的，或者是非常的果断的把你眼前的问题给解决。第3点，无法独立主导自己的生活。我并不认为你一定要非常有钱才有办法是有吸引力，但是能不能够独立主导自己的生活却是非常非常的关键。想想看，如果你是跟室友同住，你跟别人住，你们共用一个客厅，你们共用一个卫室，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你自己独有的，你可能就不会去清理，因为你觉得别人会用啊，我干嘛要去帮他清理？会造成因为你并没有这个权利的情形下面，你也不想尽这个义务，生活就越来越散乱。我认为，就算你当下的金钱能力并不足以你去买房买车，但是你用你现有的经济能力，想办法可以去住在你可以负担得起的地方。如果你真的可以一个人住，这样是一个很好的驱动力，你会想要去赚更多的钱。同样的，你会训练你负责任，而重点是这些东西都是为你自己而做。第4点，缺乏社交能力与社交地位。身为台湾人，我们其实从小并没有被很好的教育怎么样去提升自己的社交圈，怎么去提升自己的社交自信。你希望可以有自信，但是又不希望太过于变成霸道。你希望可以谦虚，但是又不希望会变得自我贬低。这中间确实需要很多的拿捏，所以我基本上会跟你讲说，大概你需要了解怎么去做主导。那这个主导基本上就是有一个比较有自信，所谓的有霸气，可以去做比较阿尔法的一种思维。那么当然有这个所谓的阿尔法跟霸气的这种社交主导以外，你还要懂得怎么去做社交微调。但是呢，我认为你应该先专注在主导跟自信这个东西先做超过了之后呢，然后你再懂怎么去做社交微调，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如果一开始你就想着要谦虚，然后想说怕东怕西等等的，你其实很难去变成有自信回来。那么在有一些基础的社交自信跟社交技巧之后，你就开始走更进阶的，如何跟人家协同合作，如何跟人家谈判，如何去观察一些非常隐性的一些讯息，那么这个就会是更高阶的一种社交技巧的能力了。如果说你的社交能力不行的话，你就是孤立一个人，你周遭没有一群所谓的阿尔法，没有一群是有高价值的男人的话，基本上你的吸引力、你的能力也会相对的比较低。记得很多时候啊，你如果可以让周遭的生活圈有更多有价值的人在你身旁的时候，这件事情的威力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最后一点，除了工作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追求。意思是说，如果你真的完全都只看着钱，而其他事情都不管的话，你的生活就会陷入一个死局。就好像有人讲说，你穷了只剩下钱，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所以我经常说，钱很重要，但是钱不够好。当你没有钱的时候，你当然要专心的赶快去赚钱。但是当你可以开始赚钱，你可以有维生能力的时候，我会鼓励你开始有更大的格局。这种事情包含你可能去学任何的技能啊，你可能去学你的兴趣啊，你去学你的才艺啊。像我本身会弹钢琴，然后有喜欢练我的这个大提琴，因为这是对我一种生活上除了钱以外的另外一种价值，对不对？我不可能靠钱然后不练习去买到一身这一种文艺属性的能力，包括你的人生冒险、人生体验也是一模一样的。你也许可以花钱就去做什么游艇啊，然后住一个很贵的旅馆啊等等的，但是很多人生的体验，你必须要自己亲自走过，对不对？你跟很多人的交流，或是你到某个地方，或者是你跟某一个人之间的这一种合作关系，或是你去个未知的地方，到个未知的国家等等的，这个东西都不是你钱丢出去就一定会有的，你必须还是要有个冒险的精神，去探索未知，去突破你的舒适圈。那还有什么是比钱更重要的东西呢？那这个思维叫做打造你的帝国，打造你觉得很有价值的东西。如果你觉得说，我希望可以有一个很棒的一个社群，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去研究 ，OK 的，可能研究跑车，研究越野车这个东西。你会发现说，当你在打造这样的一个有个价值的东西，你可能就不会斤斤计较去算说我可能亏了这一点钱，因为你要换出一个钱无法直接兑换的一个价值。
想想看，如果说你现在你有钱的问题的时候，你会希望可以打造出什么东西呢？如果你觉得说，我也不知道，我有钱再说吧，那这样是不够的。当你有钱之后，你才开始打造，你已经年纪都已经大，你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做，你从现在就要开始去培养这样的能力。那么要记得，也许你现在觉得你自己现在很弱，就是很鲁，但是开始去锻炼自己，开始去提升自己是不嫌晚的。像我本身力量属性也是这几年才开始的，对不对？我不会去抱怨说我都已经这个年纪了，所以我现在不想练这个。没有，我认为所有的属性，所有的这个自我提升，你都可以从现在开始赶快去提升。也许你今天开始去做这个提升，会没有任何的感觉，但是过了1个月，过个半年，过个1年、2年、3年，就会差非常非常多，甚至到10年，你可能整个生活都已经完全改变。这时候你再看到别人给你的反应，女人对你的反应有时候改变的时候，你就会有一股就说还真的是有差。虽然说我本质上自己的我可能没有什么改变，我还是当初的那个我，但 somehow 这一切好像都不一样了，我周遭的现实也都改变了，而这个时候你就会得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满足感。好，那在这个影片的最后面，我要跟你讲，我自己现在有写好一个免费的红药丸的电子书 ，OK， 这是我过去从黄金订阅里面累积出来的文章，免费要送给你，在下面的链接你可以去点，包含如果你对自媒体创业有兴趣的话，我也有提供你免费的选择你的限时免费课程的版本，也是去点下面的链接，加入之后我就会把免费的课程寄给你。OK， 好，那么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请记得帮我点赞，分享给你需要的朋友。那么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